这欧巴怎么突然找上门了呢？还能因为啥？他们听说我现在在村长这儿干活，有2两银子1个月的工钱，还学了一身的厨艺，俩人就见钱眼开，想要把我哄回去，给他赵家当牛做马呗。大胆！几个小孩异口同声地骂道。明天给大家做小蛋糕吃。小九眼睛一亮，拼命地点头。众人回到村长院子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进屋，就见林奇几人满身是伤，歪七扭八地坐在门口。你们这是？村长，我们被打了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村长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呀！这场面怎么看怎么滑稽。怎么啦？谁打你们啦？这张地图上彪哥，他们几十个人，我们才9个。他们好端端的，打你们干啥呀？是因为我想着好。渣男，死渣男！我要回去告诉表姐。啊，和你表姐有什么关系呢？哼，我表姐与李强前几日才定亲，可谁想到这李强表面上风度翩翩，背地里竟干出这等强抢民女之事。我表姐要是知道了，该多伤心啊！几人听完更加气愤了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。小九吩咐前面赶马车的小厮加快速度。我们先去救许浩妹妹。许知渊，你回去通知你表姐，还是跟着一起去啊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他今天是要亲眼见证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被揭穿。夜幕降临，许知渊，你和王者荣假装去李家找李强，我们后院把人救出来。沈知渊和王者荣2个人带着丫鬟小厮上前去敲李家的大门。大门缓缓地打开。2位来李府是何事啊？我路过，进来看看我的未来表姐夫，他在哪儿？我现在去找他。表妹，怎么忽然到访啊？还有王公子，怎么有空到我李府做客呀？不知2位到我李府中找李某是有何事啊？妈，他有事找你。听闻李兄前段时间买了一匹小马，不知道李兄出多少钱能卖给我呀？我有钱。哦，你们来找我是为这事啊？2人坚定的点头。呵呵，李强都快被这俩人给气笑了。感情这小胖子大晚上是跑过来炫富，外加嘲笑他来了。他来是为了买马。沈小姐你呢？我来看看那小马长什么样子。这天呢已经是晚了，小马在桩子上，等明日我送去王公子府上，不知王公子意下如何呀？现在就想看。李强气得额角突突的跳。就在这时，后院传来了一阵骚动，紧接着就是小九等人的身影快速的掠过，把被绑的小姑娘直接扛出了府。李强见状心知不妙，想要阻止，却是被小胖子一把给抱住。哎呀，不行！李强此人睚眦必报，且背后有彪哥撑腰，没少干欺男霸女的事儿。今日之事，他肯定会报复回来的。没事，有我爹呢。我爹好歹是县令，他不敢怎么样。反正到时候就说是我在街上看见他强抢民女，为我表姐打抱不平，派人把人抢回来的。对，还有我，到时候我就跟我爹讲，我爹肯定会站在我这边的。小九让许浩妹妹暂时安顿在了自己的院子里。丁发布任务，激发村民的习武热情，奖励积分20，加抽奖1次。小九看着那任务条，热情。比赛，对啊，比赛呀！小九示意众人停下。今日我们来点不一样的。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们来比赛速度，绕大山一圈，按照到原地的。旭涛，我现在是不是看起来稳重多了？很稳重。小九满意的回到原点等他们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很快众人到达了终点。赵虎是第1名，铁牛第2，阿斗第3，新人那边黑娃第1，第2名是下河村的栓子。令小九没想到的是，小胖子竟然是第3名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呀，你竟然能跑第3名！哈，笑话！你当我这么多年被我爹追着满院子跑是开玩笑的吗？那可都是从小撵到大练出来的呢。小九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了奖品，第1名是弓箭，第2名是匕首，第3名是弹弓。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大家不要灰心，后面还会有其他比赛的，也会有奖品的。众人练武的热情无比高涨。小恩人，
这是我的娘亲，娘亲，你看，这是救我的小恩人，可厉害了呢。小姑娘，真是多谢你救了我家闺女，这份恩情我们沈家定当铭记于心。小胖子母亲和沈之渊的表姐的娘亲也赶紧围了上来，拉着小九的手，嘘寒问暖，话里话外都是感谢，举手之劳，勿足挂齿。心中却是疯狂的召唤系统。系统，你听到他们夸我没有？你和我魅力怎么这么大呀？系统被小九内心叉腰大笑的声音吵得有些头疼。救命啊！为什么要保留一个小屁孩？这一天天的走碎了心。沈之渊看见自家表姐，欲言又止。表妹是有话要跟我讲。沈之渊想到那个李强欠揍的模样，忙拉着表姐到一旁，义愤填膺的把昨天晚上的事。哎，这是看着精美，闻着也很香，还有这杯子里的。许笑笑端给几位夫人尝一尝，一口下去，仿佛世界都甜蜜起来了。再喝一口奶茶，奶茶与茶香交织在一起，宛如丝滑的绸缎一般流过喉咙。要不要在镇上开一个甜品店？两人忙点头。你们不需要考虑一下？考虑啥？这东西这么好吃，肯定能赚钱。几人就这样敲定了。你们三个想好怎么入股了吗？小九看着其他两人，毕竟嘛，自己啥也不知道，但是又不能让别人看出来。小胖子表示自己可以提供钱财，沈之渊也表示自家可以提供人手。小九表示，那我提供方子。行，那什么时候开始？明日。见天色不早了，几位夫人也准备起身离开了。我只是猜测，当年在京城的时候，石家二郎给我看过他妹妹小时候的画像，这小姑娘像极了皇后娘娘小时候。提起石家，两人心情都有些沉重。石老将军神马一生，就沦落到全家只剩下老弱妇孺的结果，何其可笑，何其悲哀！哎，皇后娘娘对我们有恩，不管小九是不是皇后娘娘的女儿，既然她出现在你管辖的县，说明和我们有缘呢，我们就得好好保护她。夫人放心，京城的人是不会注意到这里的。现在我就写信给父亲，让他去到石家，跟石家老夫人说一下此事。不管是不是，至少给老人家一个活下去的念想。沈之行起身往书房而去。桃源村后山上，小九看着躺在坑里半死不活的老头，发布任务，解救神医。黄大夫，我给你送了个人过来，你得看看。小九把老头放到了屋子里的木板上。又是被捕兽夹夹的啊！奇了啊！这猎物倒是没捕的几个，老头倒是一捕一个准儿。黄大夫熟练地给老人处理了伤口，只是在处理的过程中，老人疼醒了。多谢。黄大夫连忙摆手，指着门口撸狗的小九：“你要谢啊，就谢我们村长吧，是他把你从山上带回来的。”吴老又连忙向小九道谢：“你是谁呀？怎么会在我们后山呀？”哎，我姓古啊，叫我古老就行。青云观的道士告诉我呀，往这边走就能找到天山雪莲，没想到在山上迷路，掉进陷阱里了，还好有姑娘相救。你要天山雪莲干什么？那是药吗？是的，我去。啊，青山观道士这么灵吗？还真有。小九眼睛亮晶晶地盯着这颗据说能救人的天山雪莲，这可不能白给了。系统不是说是神医吗？那正好可以拐来当夫子，教村子里的孩子学医啦。嘿嘿。小九拿着天山雪莲又跑回了黄大夫的院子里。你是要这个吗？吴老顾不上脚上的疼了，从床上跳下来。哎呀，是这个，你这，哎呀，不是小姑娘，多少银子可以卖给我？不要钱，可以送给你嘛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哟。行，我答应你。我还没说是什么条件呢。什么条件都答应。行吧。哎，真没意思，一点谈判的成就感都没有。吴老现在就想回去，却被小九拦住了。明日我送你回去。你们不跟家里人说一下？很远吗？哎呀，有点远，马车要走1天1夜。行，那我跟组长说一下。
其他小孩也表示回家跟爹娘说一下。很快，小九几人就回来了。就这样，2辆马车往古老所说的方向而去。渣女，居然不带我！你居然不带我！你出去玩不带我！几人回头一看，马车后面跟着一只翅膀上绑着大包小包东西的翠花。小九心虚的飞过去，把翠花抱起来。不是不带你，这不是想着你去为县衙办正事，没舍得打扰你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这背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小九赶紧转移话题，把翠花身上的包裹给拆下来打开。哇，有银票哎！还有你吃了？吃了一个最胖的。他吃了怎么没事啊？我对蛊虫不了解，再说蛊虫珍贵，一般都是用在人身上，至于动物，没听说过。你现在肚子里有什么感觉不？下次可别什么东西都往肚子里送了。肚子没有不舒服啊？不过这几个虫子现在都听我的，算不算是一种反应？那你……小九赶紧让翠花演示。翠花把几个瓶子的盖子弄开，出来，站成一排，站起来。一只胖乎乎的虫子慢腾腾的从瓶子里爬出来，然后慢慢的挪成一排，把身子立了起来。哇，翠花，这些虫子全部听你的。恐怕他吃的那个是蛊王。有人来了。是谁来了？而赵虎几人已经赶紧跑去马车上拿武器去了。小九给不会武，就这还将军，一群垃圾，拿人命拿来玩。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，这些人不是我们东夏国的，难保不会有援兵啊。你们是谁呀？为什么会被他们绑着呀？谢谢各位恩人，各位能救下我们已经是感恩戴德了。我们是城里的打铁匠，前段时间一群人找到我们，要我们给他们打造兵器，我们看着他们不像我们东夏人，自然拒绝了。结果那群禽兽把我们这群打铁匠包括家里人全抓了。你们还能走吗？2辆马车留给你们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去，你们相信我的话，跟着我家翠花，她知道在哪儿。众人连忙点头。我知道在哪里。那个山洞你忘了？把人带到那儿，里面的小孩不是跟你很熟吗？等完成任务了，我就给你建个小别墅。好嘞，放心，一定完成任务。涂在身上，避免伤口感染。小九几人也拿出刚刚从那群尸体上面。我听我爹说，最近边关不太平，南邻国多次挑衅边关，想要开战，可惜朝堂那群酒囊饭袋，没有一个愿意出战的。朝堂这么弱，整个东夏国没有一个能打的武将吗？之前有镇北侯一家和石将军在，敌国哪敢如此放肆？可惜，我以后要当大将军。那我以后要当个军师。你太笨了，我得为你出谋划策。你说谁笨？你再说一遍。赵虎反手就是一拳，2人你追我躲的往前方去了。村长，你长大后要做什么呢？小九摇头，小九确实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。大丫，你呢？如果可以，我想当个医术高明的女大夫。你一定会成为厉害的女神医的。以后我要去战场上给树上的将士们治伤。以后我也要去当将军，我肯定比赵虎厉害。等我以后啊，当了东夏国最有钱的人，养你们所有人。你们这儿为什么这么热闹呀？怎么每家每户门口都挂着红灯笼呢？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因为过几天就是我们祥云镇的祭祀节呀。什么是祭祀节呀？就是祭奠山神呀。我们这个小镇呢，四周都是山，这些山不仅是我们生活的屏障，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源泉。每年9月15，我们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，感谢山神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和安宁的生活。所以啊，每临近这个时候，镇上就格外的热闹，家家户户都会挂上红灯笼来迎接山神。镇上还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尤其是年轻的男女们，听说在这几天能互相喜欢并且定下婚事的，就是被山神祝福的一对。所以这群年轻男女们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带上最好的首饰出门，希望能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女与真命天子。小九一行人听得心痒痒的，迫不及待地想出门逛了。你们去吧。说出来就不灵了。赵虎几人一听，也连忙把自己的遮住，偷偷摸摸的把河灯放了。那接下来去哪儿啊？那边有猜灯谜，还有舞狮表演，还有耍杂呢。我太喜欢这里啦。
夜深了，小镇渐渐地归于平静，只留下红灯笼在风中轻轻地摇曳。第二天，这个是我早上去山上摘的桑葚，送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带去路上吃。谢谢你。小九连忙接过，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包各式各样的糖果。那这个给你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满仓，我叫满仓。我阿爹说满仓意味着丰收，是最美好的祝福。好，我记住你了。我叫小九，是桃源村的村长。以后你跟你阿爹可以来桃源村来找我们玩呀。我会记住你们的，以后去找你们玩。依依不舍的告别后，小九几人继续踏上了回古老家的路。好奇怪呀，为什么感觉很亲切？可是我压根就没见过他呀。村长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人都已经送到了，那我们去干嘛？这里是哪里呀？跟仙境一样，我好喜欢闻这里的药草香味。这里呀是药神谷，里面种着的都是药草，所以药香味比较重。难得你喜欢闻呢。药神谷，小九几人一脸的迷茫。药神谷在4国之中都占据着比较高的位置，且药神谷的众人皆是医术精湛之辈，即便是4国中权势滔天之人，面对药神谷也得心怀敬畏，不敢轻易冒犯，毕竟得罪谁都不要得罪大夫。每当有疫病肆虐、战乱或者是天灾人祸时，药神谷总能及时的派出弟子，携带珍贵药材，深入灾区，挽救无数生命，成为百姓心中的活菩萨。哇，这里就跟仙境一样，原来药神谷的人都是活神仙。你跑什么？小九蹲下来问他，并在心里问系统：这人是刺客吗？宿主觉得可能吗？一个3、4岁的小童连字都认不全，可能是刺客吗？系统无语死。你们是哪里来的乞丐？还有你们在我师傅门口干什么？谁懂啊？师傅门口坐着一群乞丐，得赶紧去问问师姐是怎么回事。你说谁是乞丐？小童看见小九握着的拳头，你把手松开！你要敢打我，我就喊人了。我们现在确实很像乞丐。小九低头看了眼自己，再看看其他人，一向要面子的小九此刻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你这儿哪儿有衣服卖？前面。他手指着前面的那片竹林。你们真不是乞丐？不是啊，我们是上山的时候。你们也是师傅收的徒弟？当然不是啦，我们是送你师傅回家的。那药神谷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没有，药神谷里都是草药和医术。师哥师姐们说，外面的世界才多姿多彩，有山川湖海，还能遇上各种各样的人和事。那你们平时都不出去吗？我还小，师傅说外面危险，不让我出去。不过师傅有吩咐去采集稀有的药材，或者外面出现大面积疫情或者战乱等，师兄师姐们才会出山。那你下次可以和你师傅来我们村子玩，那里可安全了，没有危险。我得先问问师傅。小九从兜里掏出辣条分给几人。这个呀叫辣条，可香可香嘞，给你试试看。我叫江河，是师傅最小的弟子，猪里面的是石叔叔，不过石叔叔中毒了，一直没治好。师傅说再找不到天山雪莲，石叔叔就活不过这个月了。所以师傅这次下山也是为了帮石叔叔找药。我可以叫你姐姐吗？还没等小九回话，旁边沉默的小男孩不乐意了，直接爬起来挡在了小九和江河中间。是我姐姐。小九一脑袋问号，谁是你姐姐呀？小男孩肯定的指着小九，你就是我姐姐。村长，还别说，你俩长得还挺像的。不会是村长你失散多年的弟弟吧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不说，等会儿回去就把你送到沈县令那块去。姐姐，我叫石安。小男孩挨着那我之前问你怎么不说呀？害怕。娘亲之前一直叮嘱自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。你怎么会被拐来青山县的？前段时间父亲收到祖父从京城传来的石家小孙子不见了的消息时，在家里急得团团转，觉得天要亡石家。石安摇头，
他醒来就在马车里。可是没听过石家有丢失的小闺女呀。石老将军是谁啊？说到这个，沈知渊可就滔滔不绝了。从石老将军是如何带着石家军大战三国，到百姓是多么崇拜石家军，一桩桩一幕幕，听得几人热血沸腾。后来呢？后来一次边关大乱，石老将军及其4个儿子全部战死。说到这里，沈知渊神情低落。什么？边关大乱，全部战死？我知道。是不是那个什么？你是跟我们一起回竹屋，还是去哪儿？我不去了，我明天再来找你们玩。小九从兜里掏出了一堆零食给他。那这些给你的师兄师姐吃。谢谢。与小童分别后，小九一行人又溜溜达达的回古老的竹屋里。里面的大树治好了吗？都已经解了，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幸亏有你给的天山雪莲，要不然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回。等里面的人醒了，我就跟你们回村子。小九摇头，自从知道这老头是药神谷的人后，小九便是打消了让他回村子里教书的念头。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我想跟你换一个条件，你还是继续留在药神谷吧。不过你可不可以让大丫在这里学习医术呀？这小姑娘确实有学医的天赋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是有这种想法的。小九指着竹屋，我妹和三哥，不对，年纪对不上。你们是谁？你认识我？我是桃源村的小九，你是谁呀？石安在一旁眨巴着大眼睛，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也跟着点头。听到动静的古老几人赶紧跑了进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怎么下床了？你就这么急着寻死啊？古老赶紧把人推回竹床上。哎呀，石家就剩你一个男丁了，你是想如敌人的意，让石家绝后吗？我好不容易花了5年时间救活你，你想去死，别地儿死，别死在我的药王谷。要不是欠你爹人情，你以为我愿意管你死活？被古老强行按回床上的石小将军，只再次将目光转向了小九和石安。石仙，我叫石仙。小叔，你没见过你母亲，或者说，你母亲有没有留下什么信物？小九眨巴着大眼睛看着他，从背着的袋子里掏出了一块玉佩递给他。这就是你娘亲生前最珍爱的玉佩，她说要留给她的孩子。她很爱你。我不知道你娘亲现在是否还活着。石仙把玉佩还给了小九，小九把玉佩收进怀里。我会好好保管它的。看着石仙期待的眼神，想了想，还是叫了一声小舅舅。石仙的眼眶瞬间湿润，他轻轻的点头应了一声。现在还想寻死觅活吗？还要继续折腾你的身体吗？石仙略有些尴尬。古老见他终于愿意好好养病了，这才让众人出了竹屋，让石仙好好的休息。你们有话就说。村长，那你要跟他们回京城吗？村长也找到自己的家人了。你信不信我等一下就把你揍成僵尸？小九无情地戳破他的美梦。村长，你小舅舅都没提你爹，会不会你爹是个大坏蛋呢？有可能，我待会儿再去问问我爹是谁。如果是坏蛋的话，我就套他麻袋，然后天天揍他。对，我们帮你一起套麻袋，人多力量大。哎呦，这群孩子真是天真烂漫又无所畏惧。古往今来，没有哪个人敢套皇帝麻袋的。我知道你父亲是谁。村长，你娘亲她是皇后娘娘，你爹是皇帝，你就是皇帝的女儿，我们东夏国的公主。所以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果然没说错。皇帝把我娘亲给害死了，还把外祖父他们害死了。难怪小舅舅不愿意告诉我爹是谁。我得先回桃源村告诉族长们这个消息。当然可以啊，我也要去桃源村感谢村民们把你养得这么好。翌日走之前，古老把自己的大弟子秦旭和小弟子江河打包给了小九一行人，美其名曰外面不太平，需要随时带着一位能力不错的大夫在身边。你心中有怀疑的对象吗？其实我也是猜测，
8年前我和师妹跟着师叔下山，遇上过2个蒙面人，他们当时是想着抓走我和师妹的，只不过我们师叔是个武功不错的，立即抓住了蒙面人。结果他们一被当场抓住就自尽了。师叔说他们的样子不像是自己，更像受人控制，自己杀了自己。师叔本想着把2个蒙面人的尸体带回谷中研究的，结果暗处冲出了一群人，把尸体抢走了。那看来这群人很多年前就开始了，可是死了这么多人，失踪了这么多小孩，朝堂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哎呀，几位客官，路途辛苦了，来点热茶暖暖身子。这里是哪里呀？此处靠近阳平县，一般每个县外都设有茶棚，给赶路的客人歇脚。小九还想继续问什么，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打破了茶棚几人的闲聊。那个老板，给我2碗热茶，再备些干粮。小九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道士。就在此时，少年抬头与小九目光相撞。这小姑娘周身似有迷雾笼罩，面相隐晦难测，似有一道神秘力量所挡，难以窥其命数，实乃怪事。小九跑下桌，走到少年面前。你是青山观的道士吗？少年邀请小九坐下。对啊，怎么，你去过青山观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贫道是青山观的？因为我只听说过青山观。那清风道人是谁？是我师傅。嘿，怎么，你还认识贫道？观其命盘，生有财道，财路本应顺畅，然亲信身边奸佞之人，致使财运外泄，富贵难守，最终命丧奸人之手，此乃命中大劫，令人惋惜。哪来的骗子，招摇撞骗！相公，我们走，求的是那10两银子，做了善事。夫人莫非是知道自家相公身边的小人是谁？我怎会知道？你这小子休要胡言乱语。说完就想拽着汉子往茶棚外走。我观你命格中现桃花煞，其心术不正，与奸人苟合，合谋篡夺家产，致使家破人亡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胡说！你这黄口小儿怎敢如此诋毁我？相公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江湖骗子，想骗咱们的钱财。信不信由你。汉子闻言突然想到什么，脸色骤变，目光在妇人和桌上的另一个男人之间来回的游移，种种迹象。保护少年，奖励积分100，加抽奖1次。就在男子的手即将碰到少年时，小九一把抓住汉子，恼羞成怒，抬脚就想踹着小姑娘。石县见状，赶紧冲过去，一脚把姓周的汉子踹倒在地。好啊，你们跟这骗子是一伙的。我观你煞气浓厚，财运枯竭，双目邪佞，实乃作恶多端之辈，命中无财，厄运缠身。姓李的男子一看自家夫人与周兄心虚的样子，也知道这少年没骗自己。你竟敢背叛我！茶棚内的人纷纷的后退，让出位置给周姓男子发挥。哇，打得好，打中了，打得好！相公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够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和这奸人合谋算计我，我岂能饶你？说罢，找茶棚老板要了2根绳子，把妻子和躺在地上的周兄绑了起来，拖进马车。干完这些，男子深吸了一口。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人，凭什么要让别人呀？对不对？你真的是道士？那你能不能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当将军？少年看了一眼赵虎，你命格奇特，将才之运显著，虽荣登将军之位，却命中有劫，难逃短命之厄。这话不仅赵虎听懂了，其他人也听懂了。赵虎气愤不已，竟然是骂自己是个短命的。你这人，亏我们刚刚还帮你，你怎么恩将仇报咒人呢？是他自己要算的，算了又不爱听，怎还怪贫道头上了？什么劫？可有化解之法？村长，你真信呐？少年又近距离的、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一下赵虎的面相。奇怪了，明明显示英年早逝，然冥冥之中似有一股神秘力量牵引，使其命途扑朔迷离，尚有一线生机，实乃罕见之象。少年1天之内遇上2个奇怪的面相，让他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了。下次遇见我师父，你可以找我师父看一下。众人听到赵虎还有一线生机，就放下心来。道士，你是在追什么人吗？叫我静心就行。至于追什么人，半个月前我与师父下山采购，遇上一商贩，买了10斤的米，少了我们1斤，老子不是贫道与他理论，他在用鬼秤。这商贩非但不知错，竟骂我与师父是穷鬼，反倒打一耙，说我们招摇撞骗，骗吃骗喝。
那你没继续跟他理论，没骂回去？这人缺的不是金，缺的是德吧？当然理论了，这不是当时没发挥好，吵输了吗？要不是师傅当时说吃亏是福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可老贫道现在觉得是忍一时，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。那你下山的目的就是来找上次那个商贩吗？当然，什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老子不信，必须骂。他们一共4个人，我们1人掏1个。小九指了指赵虎和阿斗，还有铁牛3人。那我呢？你们负责揍人。小九说完，从商城兑换出了8、9个各种搞怪的表情包面罩。小九给自己戴上了一个“哦吼”这个款的，其他几人一看，立马笑得双手垂地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搞笑的东西啊？其他几人也赶紧给自己套上。你好像个傻子。你还笑我？你更像傻子，笑死了！几个人直接笑得在地上打滚儿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太好笑了！九九，你们要带吗？不能笑，我是个大人，我要稳重。不行，太好笑了。要吗？石线和秦旭疯狂的摆手表示不用。见2人不要，小九也没管了，拿起麻袋。阿斗和赵虎以及铁牛紧随其后，找准时机，拿着麻袋从天而降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丑东西？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平南侯世子叫嚣着：“你才是丑东西，你全家都丑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丑东西？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揍的就是你小子！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人送外号彪哥。”麻袋里的人拼命挣扎，直接瘫软在地，如同烂泥一般。小九见他们已经晕过去了，把麻袋取了下来，然后再把平南世子一行人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搜刮了一番，放进了麻袋里，打包装走。衣服不罢吗？也能卖钱的。还是你小子狠啊！赵虎一听，立马上去把几人中穿的最好的平南世子的外衣给扒了。回家喽！小九一行人赶着马车一路疾驰。村长，阿斗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哎呀，村长呢？你们终于回来喽！村长，我们想死你了！一群人挨个的抱了抱村长。哎呦，我们的宝贝村长哟，出去一趟又瘦了。回头我让老头子给你做好吃的。哎呦，我们阿斗回来了，小娘们，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你姐呢？姐去药神谷学医了。药神谷是那个救苦救难的药神谷？阿斗点头。哎，我就说大牙的丫头有出息，从小就跟着黄大夫摆弄那些草药，这不肯定是有天赋的。哎呦，村长啊，下次可不能出去这么久了，可让我们几个老头子担心死了。石县看着桃源村村民对自家外甥女这么好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，一时间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。江河戳了戳阿斗：“你不是说你娘亲很温柔吗？”阿斗现在觉得，哎呀，脸有点疼。不是，桃源村民风都这么彪悍吗？上到70、80岁老人，下到4、5岁小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谁呀？不知道啊。一个是之前这群人拿着刀冲进村里，一来就叫嚣着让我们把值钱东西交出来，否则就砍死我们。就是这个人，还说让我们把村长交出去。哼，你说抢东西抢就抢了，反正这村子里面也没啥值钱的。可这群王八羔子竟然是冲着村长你来的，那我们哪会依他们呀？对吧？就跟他们干了一架。你就是他们的老大。躺在地上的男子哆哆嗦嗦的摇头。说实话，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，把你的舌头割掉，知道吗？是，我是他们老大。叫什么名字？彪哥。小九踹了他一脚。这什么档次呀？李府有很多尸体，我们想办法让这些尸体暴露给官府的人和李府的仇人看到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除非李府办什么宴会，否则就算尸体挖出来，除了李府的人也没人能看得见。这个就要去问下李职员和王者荣了。李府最近会不会办什么宴席呢？到时候我们想办法混进去。小九说完，回头看了一眼怒火中烧的众人。大家不要冲动，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村长，什么办法？有什么要我们去做的，您尽管开口，我们有的是力气。对，村长，您不用担心，
这事交给我们。对，回头就把姓李那身上2两肉割下来喂大黄。村长面前说什么污言秽语，嘴巴不干净就缝起来。哎呦，呸！都怪我！这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什么话都往外秃噜。小九摆摆手，示意众人安静，并让人把二狗子一群人押到祠堂去了。对付敌人，我们要一击必中，冲上去揍李强，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我们要让李强永无翻身之地，为他犯下的恶付出代价。大家在村子里等消息啊，这事我自有安排。到时候有需要帮忙的，我会找大家的。大家散了吧。村长，那你回去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众人关心完村长，这才三三两两的往家走。要我说人家是村长呢，还是村长想得周到。你说我们怎么就没有村长这脑瓜子聪明呢？你当然没有，村长那是谁？那是一般人能比的吗？就是，要不说老村长死了，还得给族长们托梦呢。回头再去给祖宗们烧炷香。我们村有村长在，真是祖宗积福了。静心羡慕地看着小九，你说你一个小豆丁，在村子里怎么这么有威望？我明明是个正儿八经的道士，怎么人人都说我是骗子？要不你以后帮人家算命，贴个胡子，装扮的老一点。那不行的，我长这么俊俏。怎么啦？那个渣男气死我了！我表姐竟然明日就要跟那个李强成婚，明明表姐答应我的要退婚的，一定是姑姑和姑父不同意退婚，表姐被逼无奈的。村长，你说怎么办呀？我不要表姐嫁给李强，可是他们明日就要成婚了。李府办婚礼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去？李家本家在京城也算个小小的世家，所以很多人冲着这份关系也会前去。看了眼小胖子，继续说道：你家姑姑和姑父也会来。我有办法可以让你表姐不嫁给他，但是得先问问你表姐是什么想法呢？沈之渊赶紧告别众人，赶往表姐家。村长，咱们明天是不是要抢婚啊？你想什么呢？这算什么好办法？那是什么呀？等沈之渊那边的消息，然后再制定计划。小九说完，捞起翠花就出门溜达了，后面呼啦啦的跟着一群孩子，一路溜达来到了学堂。学堂里面是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。徐夫子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是谁在教啊？王正一朝几人招招手，然后本来打算闲逛的几个街溜子被迫的在学堂上了一上午的课。翠花几次想要溜出去，都被小九一把给摁住了。好兄弟就得有难同当。夫子讲课结束后，王正一把刚刚讲课的青年带到了村长面前。此人是徐夫子介绍来的。徐夫子来信说家里有点要事要耽搁，为了不耽误村子里的小孩读书进度，所以介绍了个人过来教书。在下裴笑，京城人士，家道中落，有幸得恩师推荐，来到此处教书。村长放心，我定当倾尽所学，不负恩师所托。好好干啊，我看好你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这是多大的功德呀！你忍心看着他表姐年纪轻轻的就踏入火坑吗？你只要付出一点点的牺牲，就可以拯救一个人一生的幸福，这是件多么伟大的事儿啊！对啊，你是个好人，你这么善良，一定会帮忙的，对吗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厉害的道士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开始，我就觉得你非常厉害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道士。我在你们心中真这么厉害？哎呀，被夸得飘飘然的静心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上了几个小鬼的贼船。第二天清晨，表姐，村长来了，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你把这件衣服穿在喜服里面，到轿子里找机会把喜服跟头上的东西脱下来。待会儿路上可能会出现点混乱，你直接穿着这身衣服混入人群就可以了。小九从兜里掏出了一件破破烂烂的乞丐衣服。待会儿穿上这身衣裳，记得抹点这些灰色的东西在脸上呀。何角角赶紧把衣服穿到喜服里面，然后把东西藏在身上。小九两人在嬷嬷回来之前赶紧就溜了。一套流程下来，静心应对的行云流水。小九找到了溜进来的翠花，接下来的事就靠你了，去吧翠花。翠花雄赳赳气昂昂的绕着李府飞了一圈，把李府上上下下的狗都挑衅了一个遍。我
我的爪子会刨地，你们这群傻狗会吗？会吗？会吗？只见这群傻狗像是着了魔一般，个个双目圆瞪，嘴里喘着粗气，他们的爪子如同疾风骤雨，疯狂地在地上刨动着。随着这群大黄狗刨的泥土越来越多，渐渐的，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腐臭气息弥漫开来。恭喜宿主惩奸除恶，帮助惨死的冤魂报仇，奖励积分200，下抽奖一次。小九点击抽奖，抽中了唢呐一只。唢呐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宿主，这个唢呐跟一般的唢呐不同哎。哪儿不同啦？系统出品的唢呐能够克制一切牛鬼蛇神。不就是一个唢呐吗？哎呀，主人走啦，那群傻狗还在外面等我呢。你欺负他们了？才没有！哦，对了，他们说以后要去我们村里混，主人可不可以呀？当然可以。小九几人连忙出去和大家会合，深藏功与名，与众人浩浩荡荡的回村去了。回到院子里的小九看到小舅舅正在院子里等自己。小舅舅，怎么了？明日舅舅就要去京城了，你要跟我一起去看看你外祖母吗？不过我要和族长们商量下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怎么了，村长？我找到家人了。村长啊，你别走啊，我舍不得你啊！离开了你，村民们要怎么活呀？其他族长们现在那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得好不伤心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明天要走呀？什么？明天就要走？村长，你能不能不走啊？没有你我们可怎么活呀，村长？村长啊，我不活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村长啊，你怎么忍心丢下村子里的村民呢？你让他们怎么活呀？我没扔下大家呀，我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几位族长一听，哎呀，立马擦干眼泪，坐到凳子上，假装刚刚啥事没发生。族长爷爷，我不会离开你们的，也不会离开村民们的，你们都是我的家人呐。商量完事的小九背着手晃晃悠悠地往家走，走到家门口，突然想起山洞里的那群孩子，今天他们可是帮了自己大忙了。小九觉得呀，得去山洞看看他们。小九叫上了阿斗和赵虎一群人，连忙往山洞飞身而去。这次去山洞，石县和秦旭也来了。那边有人打架。村长，要去看热闹吗？我也想去。想去啊，当然想去啦。什么热闹都凑，只会害了你。几人迅速地飞到事发地点附近，找了一个最佳观看位置的小山坡趴下。这两拨人怎么没打了？可能中场休息吧。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几个小孩立马竖起耳朵，听着下面两拨人的谈话。哎呀，真是啥也听不见。还是翠花爽。翠花已经聪明地飞下去，找了个草丛蹲着，离吃花现场只有几米远。要是我能变成像翠花那么小就好了，干啥都不容易被发现。你没有翠花聪明，你要是变成翠花，不到1刻钟你就上桌了。听不见那就看吧，等翠花回来再分享瓜给咱们吃。贺启川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快把解药还给我。想要解药就你哥哥。可以啊，苏景熙，我说了，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解药就还给你。时间可不等人呐，拖得越久，你哥哥可就我苏家儿了，就是死也不会受人威胁。苏景熙紧握剑柄，身形如燕，持剑飞身而起，剑在他的手中挥舞得密不透风，寒光闪烁，直逼那贺其川而去。贺其川也不甘示弱，施出了浑身的解数，与苏景熙激烈的交锋，剑影交错，剑气纵横。苏家剑法，你认识他？